你有没有发现，过了60岁，早上起床腿发软，要扶着墙才能站直，走2步就喘，上楼梯像爬山。你以为这是老了，以为年纪大就会这样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单纯的衰老，这是肌肉在偷偷减少，医学上叫肌少症，它比你想的更严重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是一间银行，年轻时你存了很多肌肉，过了60岁，如果你不懂管理这个账户，每天都会有人偷偷取款。肌少症早期没有痛觉，你根本察觉不到，直到有一天你发现站不起来，起身变得非常吃力，那时候问题已经很难搞。如果你已经过了60岁，每天早晨第一餐决定了你双腿能不能保持强壮，这是最重要的健康分水岭。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，每天起床后的饮食习惯正在实实在在加速肌肉流失。很多人一早冲杯咖啡，吃个甜面包，或者吃块饼干，甚至什么都不吃就出门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但你要知道，每一个缺乏足够营养的早餐都是在把双腿推向风险，最终可能彻底走不动。每天早晨醒来那一刻，你的身体其实处于空转状态，整个晚上7到8个小时没进食，身体一直在消耗自己储存的能量，去维持心跳、呼吸这些基本机能。如果你早餐吃不对，身体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就会直接拆你全身的肌肉当柴烧。今天我要跟你讲清楚，怎么靠改变早餐，用几样楼下街市或超市就能买到的食物，启动全身肌肉修复机制。你完全不需要买昂贵保健品，更不需要吃大把药，就能改善下肢血液循环，让双腿重新有劲。首先要登场的是鸡蛋，请记住是原汁鸡蛋，蛋白和蛋黄一定要一起吃。鸡蛋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这是身体必须的营养。里面有一种很重要的氨基酸，叫亮氨酸。亮氨酸是肌肉合成的核心信号，它就像肌肉修复工厂的总管。年纪越大，特别是过了60岁，身体对亮氨酸的反应会变差，所以我们需要吃更多亮氨酸才能维持肌肉平衡。很多老年朋友因为担心胆固醇高，每次吃鸡蛋都挑走蛋黄，只吃蛋白，这是很大的误区。蛋黄才是整只鸡蛋最珍贵、最有营养的部分。蛋黄里有丰富的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对骨骼健康非常有帮助，它还能促进血液循环。良好的血液循环能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腿部肌肉。如果缺乏维生素 D， 双腿就容易酸痛，感觉像绑了沙袋一样重。所以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。做法方面也要注意，尽量避免用大量油去高温煎炸，太阳蛋、荷包蛋都要少吃，因为高温煎炸会产生损害血管的物质。茶餐厅里的煎蛋通常含有很高的坏脂肪，会推高身体炎症水平。最推荐的做法是炒蛋或水波蛋。如果你觉得炒蛋太干，可以用一点优质橄榄油加一点点水，炒成一碟软滑的炒蛋，既好吃又能完整保留营养。鸡蛋之后，你还需要一碗热乎乎的燕麦片。60岁之后，双腿不但需要蛋白质，还需要平稳的血糖和畅通的血管循环。燕麦片加奇亚籽这对搭配，在这2方面都特别有帮助。如果平时血糖忽高忽低，或者血管有慢性发炎，身体里的蛋白质就会白白流失。燕麦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，特别是一种叫并发葡聚糖的物质，它能减慢糖分分解和进入血液的速度。平时你最常吃的白面包、甜麦片，这些都是精致碳水化合物，会在极短时间内让胰岛素大量分泌，令血糖急速飙升，过不了多久又跌入谷底。这种血糖崩溃的状态会让你一早头晕眼花、浑身无力，还会让体内发炎指数急速上升。血糖崩盘的时候，你的精力会大幅下降，炎症水平升高，肌肉也没办法自我修复。但燕麦就不同了，它能给身体提供一个缓慢燃烧的平稳能量，就像火炉里的碳慢慢释放热力，支撑你开始新的一天。这样肌肉可以源源不断获得燃料，不用经历可怕的血糖大起大落。在燕麦基础上趁热加入奇亚籽，你的早餐就能升级成一个肌肉支持系统。奇亚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尤其镁含量高，镁是肌肉正常收缩的关键，能避免小腿半夜抽筋。奇亚籽泡在燕麦里会吸水膨胀，形成一种软滑的胶状物质，这种物质能帮助肠道保持水分，预防便秘。如果你想让口感更丰富，可以在燕麦表面加一点新鲜蓝莓或草莓。如果你需要严格控制血糖，蓝莓是比较安全的选择，因为它糖分较低，但抗氧化物极其丰富，能有效保护关节和肌肉，对退化性关节炎也有帮助。第3个黄金食物是香蕉。香蕉其实是老年朋友早餐首选，但它经常被误解。有人觉得它太甜，有人只当它是普通水果。其实香蕉含有非常丰富的钾离子，
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有400多毫克钾，能提供每日需求的 10% 左右。钾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矿物质，它在你身体运作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年纪增长之后，如果体内缺乏钾，肌肉就会变得容易流失。走路的人会觉得腿软，钾负责控制细胞内部的体液平衡，维持肌肉有力收缩。如果钾不够，你会觉得腿异常虚软，尤其在早晨起床后，经过一晚水分流失，缺钾的感觉会更加明显。对于需要关注血糖的朋友，吃香蕉要选对熟度，也要聪明搭配。你应尽量避开表皮已经长满黑点的熟透香蕉，反而应该选表皮带一点青绿色的半熟香蕉。这种半熟香蕉含有一种特别的物质，叫抗性淀粉。抗性淀粉不会在小肠被消化成血糖，它会直接去到大肠，成为肠道益生菌的好食物。所以把半熟香蕉加入早餐，能给双腿提供能量，还能顺便照顾肠胃。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血糖容易飙高，吃香蕉就要小心一点，因为香蕉天然糖分比较高，尤其熟透的香蕉。更好的方法是把香蕉跟蛋白质食物搭配，利用蛋白质减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比如把香蕉切片加在原味希腊酸奶里，或者跟少量原味坚果一起吃，这样既能补充钾，又能避免血糖崩盘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希腊酸奶，请记住是原味希腊酸奶，不是水果味或加糖浆的那种普通酸奶。市面上很多酸奶加了一大堆糖浆果酱，那些只会让你血糖飙升。原味希腊酸奶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，一份大约含17克优质蛋白，差不多等于2到3只鸡蛋的蛋白质。这么高的蛋白质对肌肉极其重要。希腊酸奶还含有丰富的钙，钙对强健骨骼和保障肌肉力量有决定性作用。老年朋友骨质疏松是很大隐患，钙直接参与肌肉纤维的收缩，帮助肌肉强而有力的收缩和放松，为下肢提供强大支持。它还能协调神经传导。另外，希腊酸奶含有益生菌，这些好菌能帮助消化，解决老年朋友常见的肠胃问题。肠道健康了，营养吸收也会更好。只有肠道处于良好状态，你才能从其他食物里吸收到80%的营养，否则吃再多好东西也白费。好的肠道细菌还能减少身体发炎。如果你一直受关节痛或肌肉酸痛困扰，调理好肠道微生态会非常有帮助。最后一个早餐推荐是清蒸红薯配一点点天然海盐。红薯的好处在于优质复合碳水化合物，还有强大的纤维网络，它能让能量极其缓慢的均匀释放，这对保护下肢肌肉很重要。我们平时走路上楼梯，这些动作消耗的燃料是肌肉里的糖原。一份热腾腾的清蒸红薯能为腿部补充电力，为肌肉糖原储备提供支持，确保你出门散步买菜时不会突然腿软发虚。红薯本身已经有丰富的钾，如果你不怕血压问题，可以在表面撒一点点海盐，这样能立刻帮身体补充电解质。盐里的钠和红薯里的钾互相配合，在细胞层面改善体液平衡，非常有效地减少小腿半夜抽筋。红薯的天然清甜加上一点点微咸，还能促进消化液分泌，让人胃口大开。你可以吃一小碗蒸熟的红薯，最好在起床喝了一杯温水之后15分钟左右吃，那时候肠胃吸收最好。除了早餐这些黄金食物，晚上睡觉前吃的东西也很重要，它影响身体在睡眠时的修复能力。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野生三文鱼，它不仅对肌肉好，对眼睛健康也非常重要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周吃2次野生三文鱼的老年朋友，患上老年性黄斑病变的风险大幅下降。如果眼睛看不清，走路就容易绊倒，直接威胁到腿部安全。建议的煮法是用烤箱160度低温慢慢烤12到15分钟，撒一点姜黄粉和黑胡椒调味。晚上吃一块优质三文鱼，就能在睡眠时给眼睛和肌肉提供顶级修复材料。各位老年朋友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晨起床后1个小时内，用营养丰富的早餐替换掉过去高糖、高脂、没营养的东西，要改善健康。最难的部分从来不是买食材，也不是做饭麻烦，最难的是对抗自己几十年的旧习惯。那些习惯看起来稳固，其实很伤身。很多人对身体退化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心态，因为腿部肌肉流失，最早期真的静悄悄，而且完全不痛。直到肌肉量跌破临界点，你才会突然发现，怎么自己说话都气短，起身变得吃力，腿脚负担不了身体。那时才去补救，就要花10倍力气。保护好你的腿，就是保住你晚年生活的底气，也是你最核心的尊严。我真心祝愿每一位看到这篇内容的老年朋友，在改变饮食习惯之后，每天早晨起床都觉得双腿重新充满力量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帮到了你，请点个关注，
也可以收藏起来多听几遍。我们下期再见。